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还会回来吗？这份爱是停留在过去，还是有机会继续往下走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的第一组是战车牌，中间第2组是塔牌，右边第3组是愚者牌。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宇宙所想要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战车牌组的朋友，那么在宇宙它透过塔罗牌中的讯息，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其实在对于说已经断联或者是比较少联系的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你们对于说这段关系，你们是依然呢还不想要放弃，因为你们会认为跟对方之间的这段关系，你们应该是说会认为对方应该是不能没有你们。那这不能没有你们的话，有很多种情况。第一个是可能你们会认为对方是已经习惯了你们的存在，所以你们应该会有蛮多的把握，会认为对方应该是离不开。然后再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在工作，或者是说有一些金钱上的来往，工作上的来往，所以其实跟对方之间相处的机会的话还是有的，也不会到说完全没有办法见得到他。那再来还有可能就是对方，就是说你跟对方之间的话，应该有一部分还有就是可能对方会找你去学习一些的事情，那你可能就是要负责去教导他，或者说你可能固定时间要给他一些的资料。所以在以目前选到这组的你们来看的话，其实这段关系你们会觉得是还会有蛮大的机会跟可能性，是可以跟对方再继续相处的下去，或者是说还是有机会可以联系得到对方，只是在你们心里面还是会比较去担心，就是会不会跟对方之间这段关系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又或者是对方可能对于你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因为这关系里面比较多可能是你其实会有点想要去控制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你们会难免在对方面前会表现出一种比较高傲的态度，并不是因为你们看不起他，或者说你们想要去控制他，只是因为你们会不知道说该如何跟对方的相处的方法。其实你们一直有改变了很多种跟他相处的方式，就是为了希望说可以感受得到对方是在乎你的，但就是因为你一直不断换很多种方法，很多种方式，都一直感觉不到，一直感受不到对方所对于你们的在乎，所以因此在关系里面的话，你们经常会感觉到蛮大压力，但是你们还是会找很多事情做，只是在对你们来说，当他们可能静下心来，或者是说当他们可能去忙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容易的去忘记掉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执着。所以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如果说当你们觉得很忙的时候，或者当你们可能沉浸在某件事情上面的时候，那么你们其实就会忘记掉对说这段关系那种很执着的感觉，或者说对说这段关系一定要有一个结果的这样一个想法。可当你们就是说当你们可能真的一个人，或者说当你们可能觉得比较空闲的时候，你们反而就会只会去回想起这段关系，你们就会一直感觉到就是说有一种应该是说不能压力，也不是说难过，有一种莫名的悲伤的感觉。这种悲伤感觉是因为关系没有进展，你们付出了一切，可是都得不到回报，所以将会让你们觉得这段关系你们的付出好像都看不到结果的这种的难过的感觉。不知道这应该是只有这种感觉才会感
感受得到，要不然一般人应该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这段关系，你们会觉得有一种蛮大的遗憾感，你们会觉得有一种无奈，你们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只能选择不需要付出太多，或者是说已经付出到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其实你们心里面是真的非常的向往，也是非常渴望这段关系是可以赶快有一个结果，但是都一直事与愿违，又或者是说这段关系两个人之间还蛮常容易是过各过的，甚至有的人是很难可以约得到对方，就是可能对方会找借口说他很忙，或者是就联络不到他人，或者说你问他什么时候时间要出来的时候，他又开始已读不回，或者是他可能会跳过那个问题，就是他会有点算是说选择性回答，所以你就会觉得蛮困惑，因为你会希望对方可以赶快给你个答案，要或不要，或者是要结束掉这段关系还是不要，就是不要都只把你放在一边，然后都不给你任何的答复，你就会觉得你的幸福或者说你的时间都是被他卡住，你宁可他给你一个痛快，然后偏偏他不给你痛快，然后反而每次见面的时候又好像又有机会，所以你就一直觉得说这段关系你有点卡太久，然后你也觉得很困惑，所以你还是会继续停留在这段关系，只是你在等一个少部分的人啦，是在等一个结束的机会，但大部分人都是还在等待对方可能可以给你一个友善的回应，或者是对方可能可以给你一些还不错的这个答复，就是你们还是会有这方面的想法。那看似乎选到这种，你们应该是真的蛮常心情是七上八下，但是又不想要去拉下脸来去拜托对方，因为我们觉得一段关系里面双方之间应该要公平，不能说为了一段关系然后就委曲求全，你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其实在过往的相处里面的话，他对于你的就是以他来看，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其实关系里面究竟是要向前走，还是说要继续停留，他确实真的考虑了非常的久，甚至他也想过很多次说，是不是真的要去放弃掉这段关系。但是因为这段关系对于他来看的话，他还是会想到你们相处的种种，或者是说你们其实对于说这段关系，你们所带给他的一些的情绪，或者说这些的期待，那因为那些的回忆，其实都去影响到他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他究竟应该要怎么做才好，或者是说他是不是应该要决定去接受，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放下所对于你们这些的情感。其实这段关系的进展对他来讲，这是一个还蛮重大的决定，或者是说他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或者是他需要一点时间去面对。他在对于你们的感觉，或者是说在你们相处的过程之中，因为这些的压力已经让他有时候会有点喘不过气来，甚至有时候他会想要去忽视掉这些让他感受比较不好的，或者是说想要去把这一些比较不好的一切先放在一旁，还不要去理会它。但是当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又会觉得心里面又没办法放下，他反而在对于说这段关系，有时候又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个缘分，他是没办法轻易的去放掉的，所以他的心里面反而经常会有那种自我的拉扯，究竟是要往下一步走，还是说要答应你，还是要放弃掉做他自己。所以关系里面你们会经常感觉到他可能是会忽冷忽热，或者是说他好像就是常常选择会有那种模棱两可，你们会真的很难去抓住到说他究竟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他的抉择到底是什么。然后再就是关系里面的话，为什么他会没有办法去做这方面的抉择，就是因为其实他的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没有办法放下的人或者是事情。我们先讲人的部分好，如果说你真的很确定他是有一个忘不掉的前任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说其实他跟那个前任一直都还是有联系，甚至他还蛮常会去观察或是说去关注他那个前任的事情，所以他经常就是会想要去关心对方，或者是说想要多看看对方，那可能对方他会觉得有趁虚而入的机会的时候，他又会想要去追求他，或者是说他又想要去为了那段关系再去多做努力看看，所以当每次他跟对方之间有一个进展机会的时候，他就会冷落你，或者是说他觉得跟你之间相处就会不想给你有太多的这个机会，或者是说给你会有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他会
比较倾向于说想要去把握住他自己所想要，就是他心里面还是会有那个野心在，但是他会选择比较用一种逃避的方式去面对你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想当那个坏人。那如果说事情的话，就通常表示他可能工作上面是不顺利的，或者是他可能想要做搬家，或者是想要换工作，或者是想要换城市、换国家，或者是想要有一些人生中计划的变动的话，那么他就会认为这个人生中是还在变动的这个状态之下，他可能就还是不太想要谈感情，或是他在面对感情会认为，如果说有变动之后，可能原本的感情这个跟你们之间相处的话，跟你们这个承诺，他会觉得这是一个负担，或者是说他会觉得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把握得住你们，所以因此在面对于这段关系，他反而会比较倾向于说是走一步算一步，他就不会那么急着想要给予你们承诺。那其实这段关系对他来讲，他是真的有想过，可能想给予你们承诺，或者是说真的想要给予你们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或是想跟你们说清楚。但是就是因为你们可能给予他太多的期待，或者是说你们对他真的付出太多，那他虽然很珍惜，他也很感激，但是他更加的害怕是他没有办法相对应的回报给你们。那当面对于说像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他反而会对于这个关系的未来走向应该要怎么走，他反而就会比较迟疑了。那么他反而就会不知道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是要去答应你，因为如果说他真的答应你了，那后面可能关系又不好了，或者说他可能想要提出分手，或者说想要提出那个结束的话，那么是不是关系反而会让两个人之间变得比较尴尬啊，或者是会让两个人之间可能比较不愉快？那对他来讲的话，其实这段关系如果说就这样子结束，这是一个还蛮可惜的，或者是说会让人觉得蛮惋惜的。那其实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有跟别人做过比较，或者说他可能有跟他身边的朋友分享，那就是蛮不错，就是说其实他身边的朋友或者那些人是比较是站在你们这一边，会比较劝他可以把握住你们，但因为他个人的就是他通常问那些人的话，只是问好玩的，或者说只是他自己心里本来就有答案，然后想问问他们这些想法，那反而造成是说他对于那些人的建议的话，他就真只是听听。那对于你这段关系的话，多少会有一些帮助，但是还是会去他自己心中的感觉，他还是会是比较尊重那个部分。所以看来似乎在你们这段过往的相处里面的话，对方他最大没办法去答应你们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变动性的几率是存在的，或者是说这个变动的这个状况是有的，然后他会觉得自己是比较希望呢是可以一身轻，或者是说他自己是能够按照他自己的人生想法去做，就是说他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感情，他是比较不会想要去负责任，或者说他比较不想要去回应你们的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在接下来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机会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得到说，这段关系接下来其实还会有一个变动的机会，或者是说两人之间还是会有个互动的可能性。所以特别我们先讲在比较少联系部分的好了。如果说是比较少联络的人的话，其实你们关系对方他还是会继续跟你们保持联系，或者是说他还是会跟你们有所互动，但是你们真的不能有太多的期待，就是对方是会给你们承诺啊，或者说对方对你们态度比较好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他友善的回应，或者是说是不是可以跟他多要一些可能在情绪上的勒索，或者是说一些期待他的回报。对他来讲，其实这个是不会的，因为对他来说，他反而会回来，就是说继续跟你们保持的联系，是因为你们可以带给予他一些的安全感，或者是说你们是能够给予他一些他所想要的感觉，或者是他是比较依恋，或者是说是蛮依赖你们所带给他的这个感受，是可能现在身边的人没办法给他，是唯一你能够给他，所以他反而会比较贪心，他又想要贪图你的好，但是又不想要给予你们在关系上的承诺，所以因此在对说少联系的你们的话，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对方接下来所对于说你们的态度，就是关系里面是不是真的他接下来的所作所为会想要去吸引到你们的注意力，然后又不想给予你们承诺，因为他想要吸引到你们的注意力，就是因为他会认为你们只要有关注到他，那么你就会
去做出一些符合他所想要的需求，那么他心里面就会获得安慰，他就不会感觉到那么的孤单，或者说那么的寂寞，但他却不会让你知道他心里面的一些的盘算。那当关系比较好的时候，他又会开始想要稍微跟你保持点距离，或者是他就比较不会去回复你的讯息，那对你来说就会觉得内心里面应该是真的还蛮伤害的，或者是说会觉得人生蛮无望的。那他其实真的不会去考量到你的感受，这是一个让你觉得对少联系的人的话，可能这个关系状态会是呈现在一个比较停滞的这个阶段。那如果说是断联中的人的话，接下来的话，其实对方他不会联系你们，所以很明显，就少联系跟断联你们两个人答案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为什么断联中的人他会比较少联系，他是还不会联系你们，就是在近期之内，就是说在我们先以半年来说，他确实是不会。如果说要更久的话，可能还要再做占卜看看。如果说是在半年或是近期之内的话，对方他确实是还不会联系你们。其实为什么他还是不会联系你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过往的种种付出，其实他都有感受得到，然后他也是很明确的知道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付出了一切，你们付出了很多，你们会去考量到他的心情，或者说你们把你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跟他分享，但是因为他在对待你们就是只有朋友，或者是说就是没有到那么的喜欢，我们也不一定说要讲朋友，就是没有到那么的喜欢，所以他现在身边的话确实有其他暧昧的人，或者是说有他非常在意的人，所以就因而呢，让他会想要去为了一段感情的忠贞，或者是说对一段感情的忠诚，所以他就不会想要去拈花惹草，或者是说他就不会想要去接触到可能对他有好感的对象，所以因而就会让你觉得其实蛮孤单的，或者是说接下来关系里面你应该也是会继续选择等他，那对方就是会逍遥自在，这是一个蛮让人觉得很现实，但是又必须要让你们知道的事情。可能就你们心中应该会觉得蛮难过，觉得这个人是人渣，有没有？那其实这个关系里面的话，你们反而要去留意到你们的心情，因为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在现在的短期，就是说半年以内的话，你们应该会有一种忧郁症的倾向，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再就是，如果说你们真选继续等他的话，对方他其实还是会偶尔稍微去偷偷观察你们，例如说像是限动，或者是说你们的 IG、你们的脸书，对方会默默观察，但是他也不会做太多，那他也不会去做封锁部分，你们这部分的话是比较可以放心的。但是在关系接下来的话，对方他就是会继续想要去经营那个他可能在意的对象，或者是说，会去把他所贪图你们对他的好，那他就会再去看看说那个人是不是能够带给他这么多。如果说那个人是没办法在跟他之间有这个进展机会，或者是说是比较没有办法带给他跟你就是你带给他那样一样的那种程度的话，那么他确实就会有考虑说要回来你们。所以其实接下来的话算是一个赌注的机会，因为对他来讲，他其实会蛮向往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是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性。这个不一样的可能性就是你能够包容这个他不想要给你们承诺的这件事情，然后你们又能够对他好，然后又能够包容他，然后他又能够去选择别人，就是他这个心态是会比较有一点自私的，就是比较不会去考量到你们的感受。可是当你们可能想要去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有一天回来的话，那你们又表现出很在乎他，他就不会去珍惜你们。但如果说当你们表现出可能比较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想要去多珍惜你们，或者说稍微为了这段关系，为了你的心情，会想要稍微做一点什么，想要去吸引到你的注意力，让你再继续对他好。所以看起来似乎在未来的时间点的话，这段关系其实真的是属于在一个停滞期，或者是说是比较跟你们之前的状况真的也不会差太远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这个人他在接下来时间点的话，他还是会遇到其他新的对象，或者是说他还是会想要去认识其他不一样的人，就是他本身并不会特别只专注在某一个特定的人身上。如果说别人能够带给他什么，或者说别人能够给予他什么的话，那么他还是会想要决定去尝试看看，但他不会接受，就是那稳定交往。他跟别人稳定交往的这个打算计划的话，还没有那么快，他反而会比较多是一种多比较，或者是说想要多看看的这样的心态，因为他本身可能也是蛮容易有被别人照顾，或者说蛮容易吸引到很多人，他本身可能所带给人的气质就是他需要被别人照顾，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比较柔弱的人，就是比较会让人想要去照顾他，那他就会比较去利用这样的一个特质，或者说别人这样的心态来去对他好，然后来去把握住每一段可能可以的关系，所以因此这个对你们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蛮大的打击，或者是就是反正在未来的这个时间点之内的话，你们关系是真的比较没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不妨你们可以尽可能去做你们自己，或者说你们可能考虑看看说是真的有其他的人选，就是也不一定说真的要选择这个人，或者是说继续等待的这个人，因为其实对方对你的感觉就是真的只有最多就是在暧昧，但是这个暧昧却又不想要负责任，就是单纯是真的贪图你的好。那大部分的话，对方真的对待你就真的只是一般的朋友，或者说还聊得来的人，还没有到那种喜欢的感觉。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说让你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塔牌的朋友，那么在宇宙呢，它透过塔罗牌中的讯息，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其实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应该是心里面有大部分的人真的还蛮想要去离开你们的这一段的关系。那我们先来讲，就是比较想要去离开这段关系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这段关系应该是过往里面的话，都是你在主动的付出、主动的经营、主动的邀约，或者是有的人应该有为了对方去扛债，或者是有为了对方去做了很多可能是已经超出你们个人极限的事情，就是你们为了对方真的是完全了抛下了你们的底线，或者是说完全委曲，就是真的是委曲求全，是为了这段关系。那其实这段关系的发展，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所带给你的感受，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被他给抛弃了。这个被抛弃的感觉是相当的明显。其实你们对他那种怨恨的感觉比较少，更多是你们是怨恨你们自己。为什么你们会怨恨你们自己？因为你们觉得是你们瞎了眼，怎么会选上这种人？为什么明明已经很多次你们都有发现到，其实这个人是不 OK 的，这个人是不行的，或是你们就是应该要严正拒绝他向你们所求，或者是说希望你们可以给予他帮助的这个部分，但是你们总是会于心不忍，或者说你们总是会考量到我们之间这段关系的情谊，所以你们就会狠下心来。应该说你们会对自己狠心，然后对他就是非常的心软，然后就会为他多做点什么，或者是说就不会再坚持自己的底线了。那你就会想办法为了他，然后让他生活可以更好啊，或者说可以让他脱离那些苦海，或者是说可以让他不会再感受到他自己是不是不被需要的，因为其实这个人有时候会对你们情绪勒索，所以你们又会考量到这就是很多种种，你们又会心软，然后又会想要为了对方多手，就是你们明明知道这个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一个蛮不好的事情，或者说明明知道这可能对你们来说是一件会让你们心里面会很受伤的事，但是你们考量到这段关系，所以还是会决定要继续在这段关系里面，或者是说会想为了对方多做点什么。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属于在你们可能真的还是就对这段关系，你们是
蛮心疼你们自己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就是另外一部分的人，你们是能够完全的狠下心来，或者是说你们是真的非常的想要离开，又能够狠下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这段关系已经让你们完全了，就是完全感觉到绝望。这个绝望的感觉，就是因为对方一定有做出了让你们发现，就是说他有违背了诺言，或者是说有利用了你们的信任。就是他原本跟你们讲说，可能这件事情他是不会做的，但实际上当你真的去查，或者说当你可能去透过别人耳中得知，或者是你们透过很多方法才会知道。那有一部分就是不小心看到，才发现说原来他讲的不会，其实他根本就会那样做。就是他根本跟他自己的本身的性格，跟他本身所做的事情，跟他原本跟你们讲的事情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你们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被他给欺骗？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们真的刚开始会蛮气愤，但后面渐渐你们好像会稍微有一点给他找点借口，因为你们会觉得是自己的错，你们会觉得为什么你要相信他？为什么你们要就是明明可能有很多这种的迹象出现，但是你们还是依然是选择他所带给你们的这些的资讯，或者是说他所和你们说的这些的一切，你们会觉得相信他这件事情也是你们的错。所以更多来看的话，对于说这段关系的你们才会一直想要离开。那为什么会来看这一次的占卜的？其实也是因为你们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好奇心，第二个部分就是你们其实对于说这段关系还是有抱持着一点点的想要知道对方的近况，或者是说想要跟对方来一点点的小小的冒险的关系的刺激。如果说双方都是已经有关系，然后可能就会想要说，那是不是可以再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时间可以重温旧梦，或者说破镜重圆，去聊一下近况，就是会来看这次占卜的人的另外一个隐藏心里面感觉。那大部分来说的话，比较多是你们是蛮心疼你们自己，只是你们想要知道说对方到底有没有在乎你们，或者说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还有一线的生机，让你们是可以拥有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其实在你们两个人之间过往的相处里面，对于他来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确实是曾经能够照顾得到他的心情，或者是说是能够去疗愈到他内心中的感受。其实对方他原本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他确实是有考虑过，然后他确实是有想说要经营过，或者是说想要去多了解你们的内心的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可是为什么最后面他还是会决定不理你们，或者是说跟你们之间这段缘分会有那么的浅的原因，就是来自于说你们可能有点太过于想要让他去相信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没有这么做啊，为什么对方这么想？因为其实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或者说在面对说你们的这段关系，他会不自觉给他自己一个很大的压力，又或者是说你们在他面前会表现出来的样子是希望他可以多信任你们，或者说希望他可以把你们放在心里面。那个如果说没办法在一起，你们会至少希望可以成为他那个可以说心事的人，就是因为你们有点太过于想要去了解到他内心中的想法，或者说太过于想要去成为他心中那个最重要的那一块。其实他一开始确实有考虑，然后一开始他确实有尝试着要去那么做，但在随着时间久了之后，他才渐渐发现到你们这么做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想要跟他在一起，而不是单纯只是想要成为他谈心的人。那这对他来说，这会就会有一种危险性，或者说会有一种企图感。那么他其实心里面就会比较害怕，因为他其实心里面是比较胆小的。虽然他好像外表让人感觉到他是不需要人，或者是说他是可以自己过得非常的好，或者是说他其实不容易被打败，又或者是其他是非常勇敢的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子。因为他在面对说关系里面的话，他是非常看重别人所对于他的看法，或者说很看重别人所对于他的评价。他只是在面对说他在面对不熟的人的话，其实他的脸应该还蛮臭的，或者说他其实比较不会去找话题的人。但是时间久了
相处会发现到说，其实这个人他是真的还蛮好聊的，或者是这个人其实是蛮温暖的一个人。那当然这种就很容易跟别人搞暧昧，所以其实他一直来的感情路也没有那么的顺，就是因为他会让人不自觉散发出一种我需要被保护，我需要被照顾，我有一种忧郁的气质跟心灵，就是那种想要让人去怜悯这样的心态的这样的感受。但是当真的需要的时候，他会表现出一种他是很勇敢的，所以他会蛮容易去切换他自己。所以在过往的相处之中的话，其实这个人就会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没办法做这方面切换，他好像就是在你面前必须要去表现出很稳定的样子，或者是说是一个你所期待的那个样子。那这时候他就会觉得其实心里真的还蛮累的，然后他在对你说的那些的事情，一开始他确实有把他心里面的秘密说出来，或者他一开始确实有把他心里面真正想法说出来，但是他有感受到其实你们会不自觉的把批判，或者是说把一个你们个人的那种私心吧，或者说你们会有一种想要故意去引导这段关系往你们走，所以你们会不够公正，或者是说比较没有顾虑到整件事情的状况，所以没有办法给予他最客观的方式，或者是说那些方法，或者说那些想法，所以他开始可能就会说对这段关系，他反而就会比较是有种惧怕，或者是说会想要保持距离，或者是保持清醒。因为一旦选择保持清醒之后，他反而就会用一种比较严谨的方式去看待，就会很难去拉近你们两个之间的距离。那这样就确实会让你们原本的努力就会泡汤，或者说会让你们原本可能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期待，或者是说你们的付出就很容易会付诸于流水，他只会看到缺点，就是他没有把你们的真正付出所看进去。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在过往的感情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所提到这样整个就是算是一种起承转合的状况，所以后面才会导致于说他在重新面对说你们的这段关系，或者说这段关系接下来的发展的话，他会开始去保护他自己，他开始就是不想要再去你面前展现出真实的他反而会开始去猜说你现在讲这句话是为了你自己，我们俩之间可以在一起这件事，还是说你是真的为了我好，还是你有什么样其他的目的的意图，就是他开始会一直不断的去做比较，因为他就是会非常的害怕有一天他相信你的时候，那么你们是不是会反而反咬他一口，还是说你们反而会去利用他的这个于心不忍，或者是说他对于说你们的信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在接下来的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如果说你们跟对方之间算是有一些的合约还没签，或者是有一些在金钱上面的来往，或者是有一些在比如说共同的场合领域，或者说你们是属于同一个工作产业，或者是你们是在同一个大楼的话，工作大楼，或是你们可能工作的地方在附近，你们这段关系其实对方是会有机会，那个机会的话应该还蛮高，就是对方应该会回来找你们，而且是会应该是说会有一些事情安排，让你们俩之间是可以见得到面，或者说可以说得到话。但这说得到话，通常是只有仅限在于表面而已，就是不会说真的可以私下聊天，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有那种情感上的来往。就是接下来的发展的话，比较会呈现在于说是这种公事公办的这个状态。那如果说是属于其他就这些以外的可能性的人，那这段关系接下来的近期之内对方不会找你们，因为看起来更多的原因的是在于说，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其实他已经有一个比较是制定上的想法，或者是说他会比较需要一点时间去面对说他自己在对这段关系他到底想要什么。因为更多来看就是其实对方他对待你，或者说当他每次想到你的时候，其实他更多的感受到是你们会愿意为了他多做点什么，或者是说从你们身上是可以得到什么，又或者是你们会不自觉对他好，他反而会觉得很有压力。其实关系里面为什么能够让你们走这么久，或者说可以让你们认识这么久，因为你们的付出，你们的一切对于他来说，这个是一个
慢慢的是要感动得到他之外，那么他也感觉到说，其实在你们身边是有那种依赖的感觉，是可以依赖你们的，或者是说跟你们之间如果是稳定的友谊的话，它是还不错。但是从牌面上看起来，其实对方对你们也没有当成是友谊，只是当成是一个可以值得信赖的人，或者说可以值得认识的人，但是却没有到所谓那种暧昧情愫比较多。因为很特别，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抽到了钱币的4、5、6，所以意味着就可以知道，其实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到底是有多特别存在。所以在其实你们接下来发展之中，会跟你们现在的状况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动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缘分是还没有散，或者是说也还没有结束，但是就是反而会卡比较久。其实这段关系看起来至少要断联半年以上，就是反而比第一组来的再更久。第一组大概就是可能很快对方至少那个时间点到它就会出现，但是反而在这一组的你们会需要花时间去会建议你们就先忘记掉这段关系所带给你们的感觉，但是你们可以不要忘记这个人，因为在接下来这组的你们之中的话，很大多数的人你们应该会遇到其他的对象，或者说会有其他的人在你们身边等着你们去认识那个人，或者说可能跟他们会有一些互动，那究竟你们要不要跟那个人交往在一起是看你们的决定，但是因为看起来是你们应该会考量到这一段关系，所以反而洋洋会建议选到这组的你们，如果说真的有新的缘分在你们身边，不要那么轻易的拒绝，可以尝试着多去跟对方相处，因为其实那个新的人反而是宇宙所引导，让你们不会心里那么的痛苦，不会那么孤单，这个人反而是能够去让你的灵魂能够有种被疗愈的感觉。因为接下来你现在问的跟这个来做占卜的选到这一组的人，跟你们心中所想要问的那个人的话，你们关系是会一直继续停滞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是因为对方他还是没有办法从这段关系里面他的痛苦，或者说那种压力，或者是对于你的偏见，很明显是他对你的偏见，他是没办法走出来，他是把他自己当成是一个受害者，或者说他把自己当成是一个需要被照顾，或者是说需要去被原谅的那个对象，那样的一个人，他反而是真的没有去考量到你们内心中的感受，他更加是看重他自己可能本身所被你们伤害呀，或者说被你们利用，或者说被你们这样子对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他有尝试着想要去忘记，或者说可能是有尝试着想要让这段关系慢慢的不要那么的在意，但是很可惜就是并没有办法，因为你们付出的那一切其实他都只有感受到，那甚至有一部分如果说你们是曾经真的送很多东西给他，再小的东西都是一样，而且是那种东西是就是并不是吃的，可能类似像是鞋子啊、包包啊、衣服啊、手机啊、水瓶啊、杯子啊、毛巾、浴巾那种，就是那种日常用品的东西的话，对方并不会因为看到这些东西就是睹物思人，他不会，他反而就是很顺其自然，就是会继续用。但是当他如果说突然有一天想起又看到这些东西，他会觉得有点烦躁，他反而不会去珍惜你们这段关系，所以就会变成是说，你们曾经所为了他做的那些的花费，其实对方他并没有珍惜，他反而会认为这是一个东西而已。并不会因为看到这些东西就会想到你们，他反正就是真的只会去做他自己。但如果说当他的生活中真的有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说真的有受到伤害啊，或者说有被别人骂，或者是工作上不顺利，或者是可能跟新的对象是处得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时候，他确实会想起你们所对于他的好，或者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可能曾经所产生出来的一些的矛盾，或者是说产生的一些的不愉快，或者说这段关系因为相识了太久，然后有出现的那些的回忆，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你们之间的回忆的时候，他通常都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方式去想，比较不会是正面的，因为他就觉得你就是带有企图心，或者是说就是带着你们自己的一些的想法，所以其实在接下来的关系之中的话，比较真的就像是你们俩之间是在
过各自的生活。那他就是在对说你们之间的这个付出的话，他确实还是会带有一种感激的心态，或者是就是特别是针对说那些钱的部分，或者是说工作上的一个帮助，他确实是会带着一种比较感激的心态，但是却不会因为对你的感激，然后对你的习惯，然后就想要去找你们。不过至少可以很确定，就是说你们其实在对方心里面确实还有一个那个比较特别的位置，或者是说是一个比较特定的位置，只是在对说关系中的发展话会比较没有机会。但是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其实只要等到对方他的心里面压力没那么大，或者是说他能够用一种比较轻松态度的方式去看待你们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对方之后对待你们态度应该会比第一组来得更好，因为对方其实他本身就已经很习惯了你们的存在，或者是说你们对他来讲，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去抹灭掉的一个过往的关系，所以反而你们跟这个人重温旧梦，或是破镜重圆的机会是有的。那个几率是蛮高，但是破镜重圆的几率跟机会的那个时候，通常是你们双方之间都已经没有感情了，或者说两个之间就是没有那种爱的感觉，是只有剩下习惯，或者是说回忆。所以在关系或者说在爱情里面的话，反而这段缘分来看，更多来说或许会是一个过客的几率会还蛮高的。那如果说你们要认为是不是真的会有这个命中注定的缘分的话，如果说从牌面上我们真的要很认真看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如果说你们双方之间的太阳跟月亮是他的太阳是你的月亮，你的月亮是他的太阳的话，那会有机会。但如果说没有的话，比如说太阳同个星座，我跟你讲不行，那个不能，就是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太阳是射手座好了，那对方的月亮是射手座，那你们俩就有机会。那对方是就是这个假设啦，如果说对方他是太阳是水瓶座，那你的月亮是水瓶座，那两之间就有可能，就算你们两个之间，在太阳本身可能两个之间是不一样的，是那种比如说射手跟水瓶是那种不合的，那其实也不会，就是说对方，就是说对他来看，就是说对这段缘分来看的话，其实不会。就是要看你们之间的太阳跟月亮是不是有那种互补的这种情况，就是你们就是会有那个可以在一起的这个缘分在。那如果说是没有的话，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了。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我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会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愚者牌组的朋友，那么透过塔罗牌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宇宙的讯息，其实在你们的过往的相处，或者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会觉得这段关系可以两人之间是算是说那种顺其自然，或者是说其实你本来对于说这段关系你们是比较没有抱持一个太多的期待，或者是说太多的想法，就是两个之间好像仿佛就是有一种缘分是牵引着你们，或者是说仿佛就好像有一些的事情是指引着你们，让你们俩之间可以相遇，让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是可以相爱。其实你们本来说对这个人，你们是有抱持着一点点，应该也没有一点点，就是蛮多是这种排斥的心态，因为你们可能认为两人之间个性就是不合，或者说两人之间就只适合当朋友，或者两人之间就是不可能会有结果。所以其实在开始你可能对于说对方有感觉的时候，你们是一直不断的有一种排斥的想法，就是对于对方感觉的话，起初你们甚至把他当成好朋友，所以当有感觉的时候，你们会开始有一点想要跟他保持距离，或者说会希望不要跟他有太多的联系，因为你们其实蛮担心对他是不是会有好感，或者说蛮担心
对他是不是会有一些的关系上期待，还是说会把一些的爱跟想要在一起这个想法放在他身上？因为你们可能也知道说，跟对方之间的话，应该是不太可能会有个结果，或者是跟他这个人在一起，就是一定会让你们受伤。所以你们在当初的时候，其实真的想得非常的久，甚至是有花一点心思跟巧思想要远离他。但是在随着可能对方他也蛮主动的，或者是有一些的原因又把你们两个之间绑在一起，或者是会有一些缘分，让你们俩之间是没办法分离跟分开的。所以在时间渐渐久了之后，其实你就真的完全离不开他了，或者是你们这段关系就是两人之间非常的契合，非常要好，两人之间反而就是很常可能会约出来见面，或者说可能会一起聊天，又或者是可能会一起做个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似乎在关系里面的话，你们会觉得其实这段关系好像仿佛是他故意的，你们自己可能会这么想。那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觉得是因为就是有宇宙去安排着让他来到你们的生命里，然后后面宇宙也一直帮助你们，让你们俩之间是有一个可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似乎在关系之中的你们的两个人的话，这组的你们会感觉到有一种命中注定爱的感觉，甚至有一部分的应该是有做过占卜，或者说有问过你们的神灵、你们的祖先，或是你们可能相信的信仰，就是他们可能给予你们一些在这份关系中的指引，会希望说在这份关系里面，你们一定要选择坚持下去，不要那么轻易的放弃。就是会选到这组的你们，比较容易呢会有这方面的讯息，就是两人之间其实算是一个，就是说已经很久有上辈子下来的缘分，然后这一辈子就是注定要相遇，这辈子注定就是要相爱。那虽然目前两个人之间关系是处于在一个比较不好的这个状态，你们也有想过很多次想要放弃，但是都一直被劝下来了，或者是说都只会希望你们不要那么轻易的去放走这个人，就是你们这辈子注定要去来修炼的这个爱情的这个课题。所以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就是你们一直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选择了继续坚持下，就是你们最后是选择坚持下去。那在对于他来看的话，其实这段关系过往的话，他也是跟你们有同样的想法，没有很特别，因为你们俩同样都有出现愚者牌，所以意味着说，在对于他来看的话，其实关系里面他反而会比较像是说，你们是有点像是在救赎到他的心灵，或者是说你们算是比较像是有引导他，可能在对于人生中的一些的想法。其实他当时对于说他的人生他是没有想法的，甚至他会蛮需要有人是可以来帮助他，有人可以让他感觉到生命里面他是被在乎的，他是值得被照顾的，或者是他是值得有人可以引导他的。所以因此在关系之中的话，相处里面他会感觉到他是跟你相处在一起有那种莫名的熟悉的感觉，甚至跟你相处在一起他会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可是在当初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其实真的也想了很久，就是关系究竟是要真的继续往下走，还是要结束。他反而在当初会用一种比较像是逃避的心态，所以这段关系真的当初曾经也卡了很久，所以你们之间关系应该算是属于那种猫追老鼠，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算是你追我跑的这样的一个概况还蛮多。就是当你冷下来的时候，换他会热，那当你就是比较热忱的时候，对方就反而会变得比较是冷静，反而两人之间就是很难有那种一起。就是两个人之间一起都在同样的一个高度，那好不容易当两个人之间到同样高度的时候，又会瞬间到那种冷度，或者是说其中有一个人会发现，这段关系不对哦，怎么会变这样子？然后就开始他就会选择踩刹车了，这样的状况。其实他心里面经常会问他自己说，他对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这段关系对他来说的意义，或者这段关系的存在的
价值，这段关系对他来说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这段关系里面他确实曾经是想要放弃的，但是也是因为两人之间是真的还蛮有话聊，或者有两人之间其实关系里面是有让他感觉到说他是真的有存在，或者是你们是真的有去照顾到他的心情，所以因而会让他在面对说你们的这段关系，他才会选择继续坚持下去，或者说会想要继续的跟你们继续相处下去看看，才不会那么快的就结束。所以因此也可以很明确跟很明白知道说，其实对方确实曾经是对你们有这方面的感觉。所以也是因为看起来似乎这个人他应该是有过跟你们一样有去做过占卜，或者说可能有去问过人，或者说可能有去和他的信仰做这方面的确认，就是知道说原来在一段的关系里面的话，你们是可能对他来说今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最后面他还是会决定说要好好的来面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当他决定可能要去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他的心态上面确实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调整，或者是说花了很多时间去相信这段关系可能是他必须要去面对的，但是他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他是不会想让你们知道，并且他在对这段关系当初的付出跟当初跟你们相处过程中，他其实是有很多的保留，他其实是有很多其他的想法，就是他很有可能是有其他的对象，或者是说有其他本来都没有办法忘记的人，因为有大部分来看的话，就这个人可能在跟你们相处的过程之中，他应该有使用交友软体，或者说他可能有去认识新的人，当有人介绍对象给他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太多的拒绝，他还是觉得大家就当朋友也不错，那如果说有暧昧机会的话，那么他其实也不会去放过的。就是对于他来看的话，每一段的缘分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粮食，或者是说在他生命里面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机会。因为其实他这个人可能在面对感情的话，他本身是不会有太多个人的坚持，就是意味着说他其实心里面是还蛮想要谈恋爱的，虽然在对很多人讲他觉得随缘啊，或者说看缘分，或者是有就有，没有就没关系，但其实他心里面是非常渴望，是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他，或者说有人可以带领着他，有的人是可以照顾得到他，或者是有人可以对他好。所以关系里面的话，很明显就是说这个人他算是当初有一种在利用你们，或者是说他当初确实是有想要从你们身上找到一点，就是说你们是他的另外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几率，这样的一个机会。那确实他也觉得应该是有可能，因为其实他做过其他的占卜，也觉得说你们之间是蛮有缘分的，就是可能会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对于他来说，这段关系他会没有办法接受的原因，也是在于说他觉得这段关系有一些的变动，或者是说其实还是有其他的人选对他来说是蛮不错，所以他还不想要那么快的去做决定，他还是会想要再多看看。然后这个人他本身是也蛮重感情的，所以在当初那个时候的话，应该是他的前任有来找他，或者是说跟你同样认识的时间点左右的时候，他应该有认识其他的人，然后那个人是让他觉得蛮中意的，或者是让他会不自觉蛮在乎那个人，所以就会对于他来说，可能就会变得比较难以抉择，在你们两个或者是在这一段复杂的关系里面，他会比较没有办法做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去往下看，其实在你们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对于他来说，其实在未来的近期之内，对方会主动的回来找你们，或者就会有一些的缘分，让你们俩之间其实会有一个见面的机会。那首先来看到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在你们分开这段期间，其实他心里面会有一些的想法，或者是说对你们这段关系，他其实会觉得两人之间应该是真的没有办法离开彼此，或者说他已经蛮适应了，蛮习惯了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在断联或者说比较少联系的这段期间的话，他有时候会觉得心里面是空空的，或者说会觉得有一种空虚的感觉，或者是会想要
你可以来安慰他这件事情，就是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是真的还蛮容易会想起你们，又或者是说，当他的人生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也会去想起到你们曾经可能对他好，或者是说你们为了他做了什么，然后感动到他。那其实他也发现到说，可能自己在面对说关系里面的话，其实是真的还蛮懦弱的。就是真的很胆小，然后又不敢去承担责任，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的话，确实他是会回来找你们。那其实，在你们关系中的发展，我们可以知道，你们的争执依然是不会减少。不过，那个争执的这个点，或者是说关于争执的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会跟以往相比会来的少更多，或者是说反而对方会开始去稍微留意到说他讲出来的话是不是会去伤到你，或者说他开始会去留意到你们的情绪。所以其实在接下来，如果说对方真的回来找你们的话，在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其实会算是一个推波助澜，或者是说会有一个蛮有可能的这个机会。但是你们千万要留意，就是对方他在对你们好的这件事情，或者说愿意去礼让你们这件事情的最根本的原因的是在于说，他觉得这段关系其实算是一个切不断的关系，所以他蛮想要去珍惜的。然后也可以算是说他对你稍微会有一种比较亏欠，然后再去想要知道说，在你们可能比较没有联系的这段期间以内的话，你们是不是心态上面有什么样的转变。所以如果说你们的心态上没有转变，又或者是你们个性上是没有差异太大的话，那么你们有可能还是会遭受到同样的那种断联的对待，这是一个比较特别隐藏的讯息。但如果说你们在这段断联的期间，就是或者你们比较没有联系这段期间，你们确实有一个在心态上、心智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的话，那么恭喜你们，对方他反而会觉得你们是有吸引到他的注意力，甚至他可能反而会想要继续的坚持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会想要去多了解到你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他反而就会每次都会想要多留一手，或者说他每次就不会想到什么就去伤害你什么，他反而在每次想讲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会考虑了很久，或者说可能他就会考虑了一下，考虑了非常的多，才决定说，自己是不是真的是要失去你，还是说要继续的维持下去在你们的这段关系。因为对他来说的话，其实这段关系他还是需要有勇气去面对，所以他觉得啦，他是带着诚意来找你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关系里面的话，确实会有一个暧昧的可能性，或者说会有一个暧昧的机会，但是在这个暧昧的机会之中的话，确实有隐藏着危险。为什么？因为这个暧昧机会的话，会算是一个比较像是短暂的这个可能性。如果说你们是远距离，或者是你们是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人，是没有固定的生活圈的话，那么这个几率又是更大的，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还是会有一个断联的可能性，或者是说，当两人之间的这个定期，或是说短暂的关系结束了之后，那个短暂缘分结束之后，其实两人之间就会很难的就是在复联，就是还是会需要花等待更久的时间，两人之间才有办法可以碰到面。但如果说你们俩之间是有共同的生活圈，或者说是有共同的朋友，或是对方确定之后还是会回来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对方他其实也不会有一个太大的变动，只要你们没有去激怒得到他，或者说你们没有去伤害到他，或者是说你们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你们是没有想要特别的去控制他，或者是说你们不会想要去对他情绪勒索的话，那么其实你这段关系接下来会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发展，会算是还蛮有机会，可能可以有交往的这个可能性。但这只是仅限在于说生活圈的部分是有机会绑在一起的。如果说依然是远距离啊，或者说是跨国恋爱、跨县市那一种话，你们的几率真的还蛮低，甚至你们的竞争者应该会比以往来的更多，因为他来找你们的时候，他还是会跟那个之前的人联络，会跟之前的人联系。反正对于你们来看的话，这是一个蛮大的风险，甚至会就是说会很伤害到你们的这段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其实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可能再要想一下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是真的有办法到对方身边，又不然如果说你们只短期陪在他身边，你们过段时间你们可能要离开他，那么这段关系其实你们反正就真的不用花太多时间了，只是你们可能有机会跟对方把话说清楚，或者是讲明白，但是真的要有个结果的话，其实这个部分真的比较困难，就是会需要花你们更多的人生的青春在这段关系里面。然后再就是其实这段关系之中确实在他回来之后，或者说在你们关系之后相处之下，会跟以往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对方他是带着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回来找你们，或者是说他是抱持着想要去试试看，或者是说抱持着想要去和你们多交流看看。这多交流看看跟抱持着试试看的原因，就是在于说他会希望他的人生不要有所遗憾，或者是他会认为自己是能够去把握住，能够把握得好这段关系的未来的发展，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未来的走向。所以如果说在接下来对方会来找你们，他是有想要去主导的这段关系的话，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先去探究一下他的底细，或者是说他到底是想要跟你们当朋友还是当恋人。如果说是当恋人的话，基本上是你们可能可以看一下说他到底身边是有其他的人，因为有可能他想要当恋人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有其他的人，然后他觉得你又比那个人更好，那你可能就是他的选项之一。那如果说他是回来想要当朋友的话，那么你们如果说他想回来当朋友这件事的这个想法，你们是属于在那种生活圈是有重叠，你们就有机会可以从朋友转为是恋人。但如果说他回来想要当朋友，你们又是属于在远距离或是比较没办法常碰到面的话，那么这段关系就是会真的只是当朋友，就是没有那个开花结果的这可能性。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比较多是在说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他的就是说你们这段关系未来的发展，或者说他本身的想法跟意图是什么。因为这个人他接下来会比较希望说关系里面的话是能够继续去疗愈到他内心里面的那种不安全感，或者说可以去享受到这段关系里面那个暧昧的氛围，因为他会喜欢那种感觉，或者是说他会觉得那种感觉是能够提升他自我的这个身价，或者是说他自我的价值，就是他其实这个人本身可能在面对爱情就是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不忠贞，或者说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好像都可以尝试看看这样的一个心态。如果说你本身是属于比较专情的人，当然这种人的话除非他是真的受到很大的创伤，或者说我们俩之间对他来讲是真的非常重要，不然他这个本性要改可能会需要花蛮多时间去。那其实这段关系接下来的话，就是你们是真的还是会有一个见面的机会，或者说会有一个联系的可能性，等到对方真的回来找你们。但是未来的发展走向真的完全是要看刚刚前面所提到的那些的情境跟案例，可能你们可以稍微细想一下，或者你们可能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去截取一下你们所要的讯息。因为洋洋刚刚已经把有很多可能性都尽可能的讲出来了。那这段关系虽然他回来找你们，还是会有机会再次的断联，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对方回来找你们就沾沾自喜，然后就忘记了伤痛。反而对方回来找你们这件事情，你们应该要去把握，把它给把握住，不要再让他逃离了。因为如果说又再次的失去这个机会的话，又要花更久时间他才会再回来找你们，这是一个上面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讯息。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有帮助或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